看懂数据，把握未来。欢迎收看本期大象数据。每一年的7月底，全球商业领域都会迎来一场万众瞩目的行业大评比。这份榜单就是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。这份榜单一直被大众认定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晴雨表，也是衡量企业综合实力最具公信力的评判标准。榜单当中每一组数据，每一个企业排名变动，都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、各大产业以及无数职场从业者的心。去年，也就是2025年7月29日，目前全新一期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对外发布。今天我就带着官方发布的精准权威数据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带大家全面读懂这份重磅榜单。我们一起看清当下全球整体经济发展态势，对比中美两国企业综合实力差距，了解国内企业现阶段整体发展水平，梳理当下热门崛起行业以及逐步走向衰退的传统行业，同时结合榜单数据，分析普通大众能够看懂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。先看总体，全球500强到底有多强劲？首先，我们先来梳理整个榜单的整体数据情况。所有统计数据全部来源于财富官方发布内容，同时结合央视财经以及财富中文网信息双重核对，数据真实精准，不存在任何预估推算内容。整体经济规模，体量堪比半个地球经济体量。2025年成功登上世界500强榜单的500家企业，整体营业收入达到41.7万亿美元，和上一年度相比，上涨幅度为1.8%。给大家换算一个直观的概念，2024年全世界整体 GDP 总量维持在80多万亿美元，这500家顶尖企业创造的营业收入总额已经占据全球 GDP 总量1/3以上。简单来说，全球范围内每产生3元经济产值，其中就有1元产值来自这500家行业巨头企业。本年度上榜企业整体净利润达到2.98万亿美元，相比上一年度仅有0.4%的小幅上涨。虽然整体利润上涨速度较为平缓，但是整体利润体量依旧十分庞大，接近3万亿美元的净利润总额，等同于一整年创造出法国全年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。除此之外，本年度上榜企业整体总资产以及企业净资产2项核心数据全部刷新这份榜单创立至今的历史最高数值。这一数据变化充分说明，全球头部大型企业整体资产储备越来越充足，面对市场波动和经济风险的抗压能力也在持续提升。上榜入门标准，跻身500强门槛持续提高。本年度想要成功入围世界500强榜单，企业最低营业收入标准达到322亿美元，按照当下汇率进行换算，折合人民币大约2300亿元。也就是说，一家企业想要登上这份全球顶尖企业榜单，全年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或者服务营收额度必须达到2300亿元以上，才具备入围资格。今年的入围门槛相比上一年度321亿美元的标准再次上调1亿美元，看似仅只有1亿美元的小幅上涨，背后体现的却是全球头部企业之间激烈的行业竞争。当下市场行业内卷趋势愈发明显，企业一旦停止发展扩张，就很容易被同行业竞争对手挤出榜单名单。人员规模与经营效率，精简人力提升整体收益。榜单当中还有一处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内容，本年度世界500强所有上榜企业整体员工总人数相比上一年度出现明显减少。在企业整体营业收入持续上涨，净利润稳步提升，企业资产不断扩充的大环境之下，企业用工数量反而不断以行业发展现状，充分印证当下全球大型企业都在全面推行提质增效的经营发展策略。各大企业纷纷引入人工智能技术、自动化生产设备以及数字化管理模式，不断降低企业对于传统人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。未来各大行业的核心竞争方向已经发生改变，企业之间比拼的不再是员工人数多少，而是核心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整体生产经营效率高低，这也是未来各行各业长久发展的主流趋势。国家格局，中美两大巨头领跑全球，多国形成稳定发展格局。梳理完榜单整体数据之后，我们再来聚焦大众最为关注的内容，盘点世界各国上榜顶尖企业数量以及整体发展实力。美国稳居榜首位置，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38家。本年度美国共有138家企业，
成功登上世界500强榜单。相比上一年度减少1家企业，依旧牢牢占据全球上榜企业数量第1名的位置。美国上榜企业整体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4.6万亿美元，占据世界500强企业整体营收总额的 35%。所有上榜美国企业平均单家企业净利润达到97亿美元，整体盈利水平位居全球首位。中国紧随其后，位居第2，上榜企业共计130家，包含内地企业、香港地区企业以及台湾地区企业在内，我国本年度一共有130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榜单，相比上一年度减少3家企业，同时也是2019年之后国内上榜企业数量最少的一年。其中内地以及香港地区上榜企业数量为124家，相比上一年度减少4家。台湾地区上榜企业数量为6家，相比上一年度增加1家。中国所有上榜企业整体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10.7 万亿美元，占据榜单整体营收份额的 25.7%。国内上榜企业单家企业平均净利润为42亿美元。日本老牌经济强国发展势头持续走弱。本年度日本共有38家企业登上世界500强榜单，相比上一年度再次减少2家企业。回顾这份榜单创立初期的1990年，当时日本上榜企业数量高达149家，几乎占据榜单半壁江山。时隔多年之后，如今仅剩38家企业入围榜单，足以看出日本整体经济发展活力大不如前，老牌经济强国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退。全球整体国家发展格局总结：美国上榜企业138家，中国上榜企业130家，日本上榜企业38家，3个国家上榜企业总数达到306家，占据世界500强榜单总数量的 61.2%。3个国家上榜企业整体营业收入总额占据榜单整体营收份额超过 67%， 整体净利润总额占比达到 69%。从各项核心数据能够清晰看出，当下全球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主要由中美日3个国家主导把控，而全球商业领域核心竞争较量主要集中在中国与美国2大国家之间。其余国家上榜企业数量分布情况分别为德国30家、法国24家、英国20家、韩国14家、印度、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国家。上榜企业数量虽然处于缓慢增长状态，但是整体企业综合实力依旧无法和中美2国顶尖企业相提并论。榜单前10顶尖企业掌控全球商业核心资源。接下来我们直接盘点榜单前10名顶尖企业，这10家企业组成了当下全球商业领域的核心顶尖圈层，每一家企业的经济体量都足以比肩中小型国家全年经济总量。2025年世界500强榜单前10企业权威完整名单，第1名是来自美国的沃尔玛企业，全年营业收入 6809.85 亿美元。这家企业已经连续12年稳居榜单首位，从1995年至今，先后20次拿下世界500强榜单第1名的位置。第2名是美国企业亚马逊，全年营业收入 6379.59 亿美元。第3名是中国企业国家电网，全年营业收入 4215.3 亿美元。第4名是沙特本土企业沙特阿美，全年营业收入 4098.7 亿美元，属于全球顶尖能源行业龙头企业。第5名是中国企业中国石油，全年营业收入 3987.2 亿美元。第6名是美国科技企业苹果公司，全年营业收入 3839.3 亿美元，同时也是全球科技行业营收体量第1名。第7名是美国企业微软公司，全年营业收入 3697.8 亿美元。第8名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企业，同样隶属于美国本土企业，全年营业收入 3592.6 亿美元。第9名是英核合资企业壳牌集团，全年营业收入 3581.6 亿美元。第10名是中国企业中国石化，全年营业收入 3557.8 亿美元。直观解读榜单前10企业整体布局特点。榜单前10企业当中，美国本土企业占据6个席位，分别是沃尔玛、亚马逊、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Meta、英伟达等一众顶尖科技企业紧随其后。美国企业在零售行业以及高端科技行业领域整体竞争优势十分明显。中国企业占据3个席位，分别是国家电网、
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这3家上榜企业全部集中在能源供应以及基础建设相关行业领域。榜单前10企业当中，除去中美2国企业之外，仅有沙特阿美1家其他国家企业入围。各国顶尖企业盈利水平存在明显差距。苹果公司、微软公司、谷歌公司、Meta 企业、英伟达企业这5家美国头部科技企业，全年整体净利润总额达到4172亿美元，这笔利润数额占据世界500强企业整体净利润总额的14%。仅仅苹果1家企业全年创造的净利润数额就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。这样的盈利水平是中国130家上榜企业单家平均净利润数额的25倍以上。综合对比之后，我们能够清晰得出结论，在企业整体经营规模层面，中国头部企业已经不断缩小和美国顶尖企业之间的差距。但是在企业实际盈利水平以及整体经营质量方面，双方依旧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。数据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。